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选剧有眼光，为若来遇上牛春苗，承包了我的笑点。追风者的热播，得益于好的剧本、好的团队，还有王一博等人的出圈表现，不愧是总台出品，好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意义就是厉害。看过追风者的人才知道，原来我们老一辈留下的银元居然是假币，了解到不少民国历史、19路军、大发国难财的宋大姐、金融体系内部的操控等，可算是看剧如同看历史，受益良多。王一博的剧果然有两把刷子，这种顶端级流量出演正剧，才能更好的科普历史，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，拓宽知识。选剧本真的很有眼光。好了，这剧能够出圈的爆火，还有一点就是故事情节的设定，在紧张和放松中拿捏住了观众。剧中围绕魏若来这个金融界的翘楚开展，这个角色从小白花到后期的逆风翻盘，扮猪吃老虎，大智若愚。不过在随着牛春苗的出现后，就把魏若来的内在潜质给激发了出来。又怂又刚，却骨子里很爷们，有胆有识，做事稳重有责任。牛春苗古灵精怪，却善良仗义。不过幸好王一博不是魏若来，要不然这两人在一起就是活宝了，整天不得叽叽喳喳吵个没完没了。按理说魏若来比牛春苗大个4、5岁，可是剧中却总被牛姐给拿捏，口齿牙硬，满身的霸气的形象。从一开始到上海，人家的目的就是退婚。魏若来也是醉了，被白吃白喝白住不说，还顺带着20块大洋甩卖了，还要背负一个陈世美的骂名，你说可怜不？对于这个娃娃亲，魏若来打心里是又怕又宠，怕被他各种揍各种口无遮拦，又从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，处处关心。他们在一起虽然行动上总会为若来被各种嫌弃，不够爷们，文弱书生，不够狂野，可是牛春苗却依旧听他的话，依赖着他，他们性格互补。在两人被梁叔绑过来后，魏若来一句有什么你找我就行，把他先放了。由此可见，牛春苗在他心里的地位之高。魏若来能够加入共党，牛春苗是助燃剂，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总会被牛春苗以武力解决，不是吹胡子瞪眼，就是直接上手，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。魏若来好生服气，左手一个精神伴侣沈近珍，右手一个出手不凡的牛春苗，这可是王一博羡慕不来的。剧情有点搞笑的是，牛春苗中意的人廖四说魏若来很适合他，不要骑驴找马。魏若来这锅背得好无厘头，一说一个不吱声，一说一个委屈，我们都快笑不活了。被嫌弃不说，还怎么说成驴呢？这剧看得乐呵呵。好不容易回到老家江西，魏若来想要先回家一趟，实则是想跟自己的爹说一声自己的哥哥的事，结果又被牛春苗误解不想加入共党，直接绑了起来，说他胆小，欠收拾，揍一顿就可以了。看完都想说牛姐威武。幸好王一博不是魏若来，要不然遇上牛姐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搞笑的对峙呢。这剧小肥妖已经追成了喜剧，每天都会被这对 CP 给整乐呵了，一边了解历史，一边看他们互动，其乐融融。这部剧庆幸是王一博来演，给了我们一个多元化的魏若来，才会这么出圈，招人喜欢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